这是一个暗潮汹涌的资金在大量的涌入的概念，几倍于历史第1名的涌进。民币已经领导了市场，你必须信任它，不然就无法生存。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这个礼拜，以太坊 ETF 通过，但是比特币是涨不上去，背后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们上个礼拜说有很多人对以太坊 ETF 有不一样的看法哦。那其中就是各种看法，我们都有提到。然后我有讲到其中一个是那个 KOL 他的想法是，我觉得最接近的是比特币跟以太坊可能会就是直接涨上去，没有太多的回调的空间。那这个礼拜呢，显然是没有继续往上涨哦，但幸好也没有跌太多，反而是比特币跌的比较多。那这个礼拜的以太坊 ETF 也是有很多新的消息出现哦，但最重要的赛道肯定不是比特币跟以太坊，而是这一个赛道。我们废话不多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比特币的下跌，以及这个赛道的上涨，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0年的门头购 Mt. Gox 接近尾声，赔付14万颗比特币，卖压将来袭。5月28号，上个礼拜二的凌晨已经休眠了5年的 Mt. Gox 的冷钱包发生异动，陆续转移了超越14万枚比特币，以市价论高达90亿美元。市场消息称，这是 Mt. Gox 债权赔付的先行准备。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这个可能只有很资深的 OG 币圈人才知道。门头购是加密货币历史上曾经的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2012年、2013年。它是拥有全球市占率超过70%以上。你看现在币安最大的市占率可能也才50%左右。Mt. Gox 当时可以说是就是全球最大。它是一间位于日本东京，由2010年就创立的一个平台，后来在2011年被收购之后，变成一个专注于比特币的交易平台。那为什么它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呢？就是因为它在2014年2月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历史上最严重的骇客攻击事件。当年骇客袭击了 Mt. Gox， 窃取了客户74万4000多颗比特币，以及公司持有的另外10万颗比特币。当时的市值是4.5亿美元，然后我们知道现在比特币涨上去了，现在已经涨到90亿美元了。那事实上呢，这一次的骇客攻击事件之后，其实就一直在发现说 ，Mt. Gox 现在就是手上有客户的比特币要还啊，然后他们要怎样去找这些币。然后其实近几年每年来都有说，Mt. Gox 如果要还钱的话，身上可能会有很多的比特币要开始卖出，就很杂盘。这个其实很多年下来都有了。那这一次呢，可能就真的要发生了。那他们到2019年呢 ，Mt. Gox 已经寻回了14.1万颗比特币，当时是交给信托保管。直到现在呢，在今年1月就已经有债权人揭露邮件，表示他们已经接收到要登记收款地址，表示说近期即将会解锁比特币来还钱。那正常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一桩嘛，大家的比特币终于可以还回来了。但是对于不是当年就投资比特币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恐慌，因为他们当时买比特币的价格那么低，现在他们一拿到直接卖出就获利，可能就会有一个砸盘的事情。那到底这个恐慌到底是真的还是它不见得会砸呢？其实不见得。首先是14万枚比特币看似规模庞大，但目前以机构为主的比特币市场并非无法吸收。虽然说它高达90亿美元但是你知道比特币 ETF 上线的时候，灰度的 GBTC 它的抛售量就已经高达33万枚，是这个14枚的2倍多。但在这段时间呢，比特币甚至从4万美元持续上涨到6.7万美元。而且呢，正常来说，他们这样的赔付的抛售都没有办法立刻抛。以 Mt. Gox 这次的赔偿来说，他们采取的是分散赔付的方式，并提出币对币的支付选项。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拿到的是比特币，但有一些人他们选择拿到的是日币，很有趣因为 Mt. Gox 是一间日本的交易所。但他在这边也提到了，虽然说有上述的这个可以让我们稍微安心一点的原因，但也不见得说这就完全不会影响到比特币市场。如果现在是一个流动性枯竭的市场的话呢，光是这个恐慌情绪就能够造成比特币价格的下落。那目前他们设定的赔付日期设定在2024年的10月底。这个赔付日期之前呢，陆续的抛压仍然会存在，并且带动市场的情绪的下降。但长期来看，他认为说不会造成大幅度受挫。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是这个礼拜他们90亿美元的比特币突然的异动造成的市场恐慌，并不是真正的卖压把它卖掉，而是这个恐慌消息造成投资人对市场信心的下降，主要是这样的原因。那我不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下降的情绪，但是它就是市场上众多情绪当中的其中一支。在接下来这半年的加密货币市场，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最重要的，这篇文章这边也只有写
比起门头沟，政治可能才是最关键的议题哦。我们这边也是深有同感哦。这个礼拜的周报后面会有比较多的内容，我们这边先跳过，我们先讲一下以太坊 ETF 的东西。ETH 被低估，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应该要 buy the news。这个是曾经在花旗银行负责加密货币研究的这位 Joseph 的想法啊。他表示，如果跟比特币 ETF 的发展轨迹相比的话，比特币的 ETF 在传闻要通过的时候，它就已经先上涨了30%，并且在正式交易前进一步上涨了40%。而这是机构采用的第一个可信的迹象，来自避险基金、顾问公司跟资产管理公司的500名持有者的资金流入。而在以太坊 ETF 呢，如果以太坊的 ETF 光是只要有比特币流量一小部分，就能够导致 ETH 的大幅上涨。他这边回答了一些以太坊 ETF 的怀疑论者的论述哦。很多的现在不看好以太币后市涨盘的人会认为说，比特币是加密货币之王，而以太币没有办法跟它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核心的论点就是许多人认为比特币，你看大家说它是数位黄金，就是非常好理解，它去中心化，它是一个可以在战争的时候带着跑，它是一个有发行上限，它是一个加密货币市场最老的一个资产，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说，如果要买 crypto， 我可能第一个看到是比特币。但以太坊呢，现在有在币圈或者有看我们节目的观众肯定知道，它是智能合约的第一公链，它是上面 TVL 最大的一个链，它上面有 Layer 2， 它上面有各种发展。可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大部分的散户的投资人，尤其是传统金融的投资人，你要去教育他所谓的智能合约、所谓的区块链 2.0、所谓的这个 TVL、什么 TPS 这种东西，其实是相对难懂哦。但如果你跟他说比特币是数位黄金，他可能觉得好，我这样子可以配置资产的时候，我的股债比特币就配一点。以太币他们认为是比较难以理解，尤其是年长者，他们可能不懂以太坊，这可能让他们在传统市场缺乏卖点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机构不懂以太币是什么，这个也是类似的点还有一个就是灰度的 ETH1，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过，就是灰度那个只要通过成现货 ETF 之后，就会有卖盘的以太坊基金，它会呈现基金流出。那就是反对这些观点他认为以太币甚至在某些意义上比比特币更具有吸引力。他说以太币是去中心化的计算ETH1 的流出跟 GBT 的流出会类似，所以这个差不多。而且机构呢，甚至更喜欢以太坊。哪些机构呢 ？Citadel 的执行长就表示过，以太币将会取代比特币。美国的这位商业富豪叫做 Carl， 我不会念 Carl Icahn。ETH 是一个价值储藏的手段跟支付系统这位亿万富豪跟前币景经理人也认为以太币有可能会超越比特币这些人可能没有那么有名，但是 Jamie Dimon 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就表示说，以太币是有用力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最常去公开说比特币是没有用的，但他背后还是有提供比特币服务的那位执行长Jamie Dimon， 他其实在公开场合上面虽然不喜欢比特币，但是他是喜欢以太坊的另一位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带起这波牛市最大的这个功劳可能就是贝莱德 Larry Fink， 他也认为说以太坊是现在的资产证券要代币化的一个关键顺带一提，以太坊 ETF 背后的发起人里面，其中一个也是贝莱德那在其之上呢 ，Joseph 还认为以太币可能比比特币更受欢迎的理由包括它有通货紧缩的效应，它有可能比比特币更稀缺。这个有长期看我们观众的朋友就知道，因为以太坊通过了一个叫 EIP1559， 它是一个只要以太币的交易量够大，它就会烧一大堆以太币，导致以太坊不但不会是一个小幅通货膨胀，它甚至可能会是通货紧缩，就是市场上流通量越来越小的一个币有可能会比比特币更稀缺它就有原生的收益，而且 TradFi 更喜欢收益，就是如果你今天持有比特币，它不会帮你生钱，就是巴菲特最讨厌这种东西，就是放着不会动。但是以太坊呢，你拿着以太坊，你去以太坊的 POS 质押，它会帮你生以太币。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巴菲特信徒可能也会相对喜欢以太币而非比特币然后它只需要 0.01% 的能量来运行，符合 ESG 的要求，并且它拥有实用性跟嵌入性的应用程式，能创造价值。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发行人将推动 ETF 的价格仍被低估。当我在过去半年每次提到比特币 ETF 的时候，除了提到说这个 ETF 能够帮助大家更容易买，其实我更看好的是发行 ETF 的人是谁，推动这个现货 ETF 的人是谁。如果总之那些 Coinbase 灰度币安那其实意义相对小很多。但是如果今天是贝莱德啦、富达这些本来就已经在传统金融举足轻重，他今天说一句话，每一个人就算不照着做，也都会静静的听的人，他们在发行出以太坊现货 ETF 之后，他们不会乖乖的坐在那边卖，而是会到处去向大家介绍什么叫做以太坊 ETF。甚至贝莱德，你可以想象他还会顺便介绍 RWA 相关的东西。你说 ETH 比比特币更难以教育给大众，我同意。但是贝莱德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有未可知啦。对，不晓得大家怎么看？我感觉两派的论点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确实比特币跟以太币在理解跟现在的流行性程度上来说，确实有一大段的落差。但是以太坊 ETF 它本身市值就比较小，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有可能往上涨的这个事实，
也是让人不容小觑的一个点哦。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以太坊 ETF 有没有可能让以太币甚至山寨币上涨呢？这个很有趣啊。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通常以太币跟比特币相关的关系，当以太币涨很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这个相对是山寨币的季节要来了，因为以太币就是山寨币之王嘛，通常就是比较一些散户啊，或者追求更高报酬相对偏爱喜欢风险的人会投的。如果说以太坊 ETF 过，导致以太币对比特币的涨势更强，是不是有可能会让一些小币、山寨币，尤其是那些有团队在 build token 发行时，并没有得到市场高度重视，且有可能会因为 token 发行之后没有得到价值支撑，就币价拉垮的主流币就是一些什么 DeFi 啊、基础设施啊，甚至 AI 等等的这类型的币。之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这些，因为现在描述山寨币，很多人都直接想迷因币了。以太坊它毕竟是一个基础设施，如果今天它要上涨的话，可能我们传统描述的山寨币还是比较像是这些基础设施啊、Layer 2啊、Restaking 等等的币，是有可能直接被带起来的而这件事情的前提，当然是以太坊 ETF 首先要让以太币的币价起来，大家才会认知到说好，所以今年不只是主流只会关注比特币与比特币 ETF 的一年，以太坊 ETF 也让整个币圈的其他的生态有机会被带起来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关注下去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积极信号 ，SEC 要求发行商周五前提交 S1 的修订文件，以太坊现货 ETF 渴望6月上市。就事实上，现在以太坊 ETF 大家都说过了，但其实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在证券交易所上面买到就是这个 S1 文件必须提交并且通过之后，它才是真的上市交易。那现在看起来呢 ，SEC 正在积极的要求发行商要提早提交这个东西，这说明什么 ？SEC 现在的立场并不是能拖就拖，反而他还希望说，我都已经在5月批准你过了，你还在慢吞吞什么？我们快要选举了，以太币 ETF 现在如果还没有上市的话，资金要怎么真的买进来？资金不买进来的话，我们这个市场的繁荣要怎么出现？市场如果不繁荣的话，我们的拜登总统怎么？总之他没有说这段话，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脑补啦。为什么民主党的 SEC 原本这么讨厌以太坊，却要赶着这么快通过以太坊现货 ETF？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猜测了。像我史上最快，贝莱德比特币 ETF IBIT 只用137天就达到了200亿美元的规模，超过400家的机构投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有什么想法，我看到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疯狂彭博社的 ETF 分析师 Eric 就发文表示说，在美国的滚滚历史上，只有一支 ETF 曾经在不到1000天的时间内实现了2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是摩根大通发行的这个 JEPI 的主动管理基金，它花了985天，然后呢又出现了另一档叫做贝莱德的 IBIT。他用了几天呢？他用了137天，这是什么概念？一般人可能会看起来它像是所以就是资金啊机构他们很喜欢比特币现货 ETF， 所以他们钱进来嘛，或者是说你觉得说只是印钞印得太严重了，所以很多人需要比特币，这个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你如果配合现在的市场气氛的话，你会发现另一件事，就是如果你2021年就有在这个市场，或者是你可能2016年、2017年就在这个市场，通常在比特币上涨，就是资金看起来都在涌入的时候，坊间很多人会开始聊比特币。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问你比特币投资在干嘛，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朋友明明就没有在投资，但是却会问你比特币相关的事情。现在你身边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是没有。但明明我们身边的人就还没有开始疯狂FOMO比特币，比特币现货 ETF， 如果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它根本就是疯狂到一个不行。这是一个暗潮汹涌的资金在大量的涌入的概念。那个想象就是在海边，就上面没有什么浪，可是最底层的那个潮水已经是疯狂几倍于历史第1名的涌进。就是这一件事情还不让你感觉到说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吗？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大家就知道了。像我们看到蠢蛋进化论，民营币已成市场主流，取代 NFT 成为普及的大众入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尤其是这个礼拜，虽然比特币因为我们的90亿卖压的恐慌情绪可能会再跌，但是有一个赛道的币却被非常非常多人关注，那就是民营币我们每一轮牛市都在找那一轮的主旋律嘛，那这一轮有人认为可能是民营币上一轮是 NFT，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轮有所不同因为比特币 ETF 的资金封闭，并没有对 altcoins 带来其他的外部资金。在以太币 ETF 上市之前呢，我们也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情会把基金带进我们所谓的山寨币里面，所以目前大家可能认为说现在是比特币的专属牛市。但是在这个可能是比特币专属牛市的时候，民营币这个赛道却创造了新的局面。在技术疲乏、抗拒风投与避免监管的3要素下，它成了独占鳌头的概念币种。
基本上，如果你去看大部分，无论他是比较长期投资，或者是他是比较推荐一般的普通人可以安全正当的投资人，他不会特别去提民营币，就是因为民营币是一个比较 pump and dump 的那种类型，就它可能可以涨得很高，但是它总有一天一定会泡沫消散，并且它这个上涨是完全市场情绪，没有理由的。但是我相信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人把民营币至少在这一轮看为一个真正可能重要的赛道。因为它在这一轮代表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好玩，好像可以赚钱等等，它还多代表了另一个意义，就是抗拒风头这件事情。这一轮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说，我们有所谓的互不接盘牛市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投资人越来越聪明了。你发现在二级市场买币，不如你直接去买到 IEO 跟 IDO 的价格。你发现你在 IEO、IDO 买币，你不如直接去买前面风投私募轮的价格。你去私募轮投资，你发现你不如那些项目方，你发现那些项目方做的项目可能甚至都不会在长期的上涨，然后他又要锁仓锁你4年，锁到熊市你又要亏钱，就变成说以往在牛市这4个市场都会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在这一轮牛市，大家就开始担心说，你是不是要割我？你是不是要割我？所以大家钱就不进来啊，有点像是这个消费不足造成总体经济匮乏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杀出重围的就是完全公平发放的民营币社群，就是这些能够爆红的民营币，他们通常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在发行的时候，它并没有一开始有背后的 VC 的支持。VC 就是风投嘛。今天我做到任何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我要投入可能20个工程师、10个 marketing、3个管理人员等等的，需要一笔钱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需要早期的愿意承担风险的风险投资者给我这个钱。那既然他一开始有给我这个钱，他承担那么高的风险，我就用比较低的价格卖币给他，最后这个币上市到市场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去砸那个盘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大家不想要接他们的盘嘛？民营币的好处就是我发这个民营币，我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我就画一只青蛙，画一只狗，然后就是现在剩下 pump fund， 我一键就可以发行一个民营币。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发，就是所有人想要买，所有人都是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你买到之后呢，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社群的人，大家如果喜欢有凝聚力的话，我们就买，就不要卖。然后后面的人买，它就会涨；后面的人再买，它就会涨，造成这一轮的民营币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这个知名的网红投资人 Andrew Kang 也表示说，现在民营币的暴涨已经不是市场的顶部讯号了。它不再是这个产业的穷途末路，事实上，它反而是现在新资金最信任的一部分。民营币已经领导了市场，你必须信任它，不然就无法生存。那这样的言论呢，一方面也是揭示了资金炒作者已经入场民营，并且有意进行具规模的炒作。我觉得这一句下的非常好啊，就是当我刚刚在描述这个民营币的现象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说什么民营币就一定涨等等，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说，有一些的分析师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资金进场之后。他原本是这种比较主流价值投资人，他们开始 pump 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追随者跟支持者有可能也会把他的资金认为说，所以民营币是真的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买进来。事实上，这个最后有没有价值，我还是抱持着打一个问号的情况啦。但是如果你说这一轮的牛市有没有可能它变得非常的特别，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对，跟大家分享。像我们看到，不只是手机 ，Solana 推出 AI 的智能手表 Showtime， 预购价3个 SOL， 能够在线空投暴击吗？这个前2年 Solana 他们的那个手机就是 Saga 手机，我们周报也提过很多次，就是当初如果你有预购买到的话，它这段时间的空投的一些无论是民营币或者什么币。很多人光是买那只手机的钱，不但已经赚回来，甚至翻好几倍了。带来一波空头的财富暴击之后呢，各大公链也承继这波浪潮，很多的手机就陆续诞生。而在近期呢，有一款专为 Solana 生态打造的智能手表，也在华语社群中引起关注。这个手表叫 Showtime， 它是由社群推出的，而不是官方。已经在上个礼拜的5月30号开始预售，售价是3个 SOL， 大概是$500左右，跟 Saga 手机的价格相近。那这个手表也蛮特别的啦，它是一个 AI 智能手表，会融入最新的 LLM 模型。你可以让你的 NFT 变成你专属的 AI 助理，你可以用手表去进出跟认证不同的线下活动，在交易所上交易代币，就你的手表上之后可以买币卖币了，迅速查询市场变化警报、空头警报，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健康等等的，还可以兼容不同的 GameFi。以前你 GameFi 玩 Stable 可能你要拿着手机去跑，但之后只要带着这个手表就好。那他的创办人是香港 Solana 社群非常有名的这位叫李学斌创办的，技术长则是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从技术端来看，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项目。那我自己是没有买过什么智能手表，所以我不确定$500算不算一个很高的价格。但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的角度，因为很多人买这个手表，除了为了说 AI 功能或者是健康功能，大家想的其实是空投。有没有可能你买到这个手表之后也可以像 Saga 手机一样空投呢？
社群表示说，这个因为 Solana 社群人士自主推出的产品，影响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像官方那样子，但是呢，他们确实有表示，早期的采用者还是会有享受优先的访问权、独家空投跟白名单等等的可能性，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潜在的投资报酬率的可能性存在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我会把这个 Showtime 他们的官网啊，还有这些预购链接放在底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好，本周前瞻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 Altiverse 要发币了啊。这个 Altiverse 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人工智能驱动平台，它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像元宇宙的那样的游戏世界啊。这个在 OKX 上面呢，你从6月3日的下午2点，你就可以投入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币进去挖。一共挖3天，6月3日刚好是今天下午2点就可以挖。如果你现在有 OK 账户的话呢，到这个金融，然后这个 Jumpstart， 你就可以进来到这个页面啊，把币投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挖到这个 Alti 的币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会把 OKX 的这个手续费减免的注册链接放在下面。这轮牛市持续有的这个 IEO Launch Pool 的一个事件啊，如果不了解这个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比特币跟以太币投进去，他就要把钱给我？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拍的这支影片，因为对这样的生态有一个比较足够的了解。如果有新观众还不懂的话，好，最多你可以投3.5颗以太币以及0.3颗比特币。链接就放在下面啦。下一个我们简单看到的就是这个迷因币的概念啊。我们说过去7天，虽然这些主流币可能跌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去看迷因的赛道，其实很多是涨得很夸张的啊。这个市值第108的 Brett 币，过去1个礼拜涨了45%。川普币涨了97%，这个 Dog 币涨了78%。就是以前迷因是一个赛道，但你知道现在在迷因币里面也有分不同的赛道吗？然后说这个 MAGA， 它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川普的竞选台词哦。它现在是川普系列币的第1名。就是现在迷因币里面有分不同的系列，这个称为政治系列币，他们把它称为 Politify 板块的代币，例如 Trump、MAGA 跟 Trump 2024等等。他们都跟这个前总统也是现在的共和党的竞选人 Donald Trump 紧密关联。很多人认为说，只要 Donald Trump 在这次的选举的声势越来越往上的话，可能会利好他相关的迷因币。当然，这个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社群的一个预期。很明显，它不是价值投资。比起投资来说，我也更倾向于定义它为投机。只不过呢，风在吹嘛。如果说现在真的是一个在我们等以太坊 ETF 通过，或者我们等 Q3 开始的牛市之前，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市场。或甚至你觉得说，今年就是一个政治选举年，在短期内稍微忽略一下价值是不为过的。那这样子的迷因币甚至迷因的不同的赛道，政治的赛道啦、狗狗的赛道、猫猫的赛道、企鹅的赛道，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的。甚至尤其为什么川普可以这个表现得特别好，因为他真的最近讲很多跟加密货币有关的东西哦。上个礼拜他又再度说了什么美国必须要成为加密货币的领导者，还承诺要为丝绸之路的创办人减刑。丝绸之路是暗网上面最大的电商平台哦，他们当年上面的买卖是可以用加密货币为文凭哦。川普就是看起来是铁了心要跟加密货币大军站在一起的一个总统。也难怪他的迷因币会被大家喜欢啊。好，那再来这个礼拜的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啊，比较重要的是台北时间的6月5日晚上10点美国的这个 PMI 指数会公开。那 PMI 指数是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反映的是厂商的成本，一般认为是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那目前的预测是51如果这个指数后来是高于预期，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通膨率上升的几率比较高，那这样降息的几率可能会下降一点。相反，如果说这个 PMI 的预期出现的数字比预期来的低那可能就降息的几率会上升，利好风险市场。这样来说，虽然 PMI 可能没有 CPI 对市场的影响那么直接，但是在现在这个几乎每一个指标出来的时候，都会对市场有点震荡的时候， PMI 或许也会影响到市场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以及呢，就是6月7号礼拜五的晚上8点半，美国的失业率会出来同样的，如果现在失业率高的话，就代表说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话，就更可能要降息来刺激。所以如果它的出来数字是高于这个预期的话，虽然说就很讽刺，就是现在经济不好，大家难过，但是这些投资人就很开心，因为美国可能就会降息。所以这个时间点随着数字的揭晓，也可能会有价格的波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最后呢，讲一下说6月份练习生的2场课程6月13号我们来到台南这个就是这堂加密货币投资的4大神器的课程，我们之前在台北已经上过2次了。去台南上有趣的是这个课我们现在有线上场或线下场如果你线下是来不及上的话，也可以从线上直播这边点下确认之后，按下这里就可以完成报名了记得要填线上或线下，不然我们数人数可能会数错。
那再来呢，就是6月29号，我们的倪南茂老师他们从股市来的币圈投资最厉害的社群之一，在6月29号，我们这一次也是加开了线上直播场哦，让大家如果说不方便在这个时间还要赶过来的，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 device 上面，你自己的手机或者电脑上面就可以上这个课。有兴趣的朋友，我会把链接放在留言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虽然说这个礼拜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讲民营币，但是事实上我现在对民营币的布局还是没有到落实啊。说实话，我们这个频道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倡导这个所谓的长期投资或价值投资一点的观念。民营币即使说现在有这个互不接盘牛市的论述，但我不认为它可以算是一个价值投资。更加是比较像是这半年，尤其是政治啊，或者是牛市相关的原因的一个短期的投机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觉得它会上涨的话，短期内投资进去是有上涨的空间。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是，即使它能够有一段狂欢，最后这个是一定会有泡沫的发生的。所以，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一个民营币的属性，在币圈它又是一个民营属性，是要非常小心的。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不知道，但我可以说的是，在近期我确实有打算要配置一些民营币，算是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轮可能最重要的赛道之一了。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你觉得民营币会是这一轮很重要的一个加密货币赛道，还是说你觉得它已经涨过头了，资金终究会回流到比特币、以太坊，甚至一些比较主流有价值的山寨币上面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好了，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我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上找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人问你，都会底下留言区等我。那这样好，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